你知道在三国中谁才是第一神射手吗？我看肯定会有人说辕门射戟的吕布和百步穿杨的黄忠，不过还有人觉得是冷酷射手太史慈。看来这个问题的争议性很强。为此，我查阅了三国大量资料，盘点出前10位最强射手，现在就为大家一一奉上。第10，关羽。虽然在五虎上将中，关羽的综合能力可力拔头筹，但如果单拿剑术来说，那他的实力又如何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关羽一直都是用大刀近身作战的，很少有看到他射箭的场面。但在襄樊之战时，关羽曾用弓箭将庞德的部下成河射死，可见关羽只是习惯用大刀，没有机会展示剑术而已。可在这轻描淡写的一剑中，如果关羽不擅长用剑，想必肯定不会是选择用剑术射杀敌人的，这样命中率也不高，取胜的机会大大降低。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关羽只是不习惯用剑，但是用起来的话，他的剑术还是非常强的。第9，夏侯渊。夏侯渊可以说是个好射手，他完全具备百步穿杨的剑术。在铜雀台比武时，按照出场顺序来说，徐晃是最后一个出场拿了冠军，而夏侯渊则是倒数第2个出场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：渊骤马至界口，有回身一箭射去，正在4箭当中。什么意思呢？前面曹休、张合等4人都射中了红心，然而在这种靶心插满箭的情形下，夏侯渊依然能够射中，可见其剑术非同小可。而且夏侯渊是骤马回身，就是猛地停住，等马一回身就射，根本没瞄准，相当于盲射就能在100步之外射中靶心，可见他对自己的剑术有多大的自信。所以夏侯渊的剑术还是很强的。第8，徐晃。徐晃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名将，是曹操部下5子良将之一，他也是演义中唯一明确有百步穿杨剑术之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上文提到，他与夏侯渊等人一起参加铜雀台剑术比武，只要能射中靶中红心，就可以得到一件锦袍。而徐晃却是最后一个出场的，轮到他来射箭时，箭靶红心处已经射满了箭矢，再没有徐晃射箭的余地了。于是徐晃直接一箭射中远方挂锦袍的柳条。要知道，柳条其实比柳叶的射力点更小，难度自然也更大。由此可见，徐晃才是真正的百步穿杨。三国剑术排行，今天他来了。第7，马超。马超可以说是三国躲箭第一人，他就像是开了挂一样，怎么都射不中。而且马超不仅躲箭功夫了得，其剑术也有一手。他曾在渭水和曹军大战时，曹操的军队被马超赶下河去，此时他就站在岸上，将人做靶子射箭，并且箭无虚发，射死好几个将领和船长。由此看来，马超不仅仅是个战士，还是个顶级射手呢。第6，赵云。相信很多人心中，赵云只会马战和步战，他7进7出长坂坡早就家喻户晓了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赵云的剑术也是很强的。赤壁之战期间，他护送诸葛亮离开东吴，此时周瑜派兵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赵云为了震慑追兵，回身一箭就射断徐盛船上的蓬索。这里有几点要注意：首先，赵云小船在前，徐盛大船在后，赵云回身应该是逆风；其次，江上风急，难度会加大，而且距离也许在100步左右，但是蓬索目标也比较小，在这种条件苛刻的状态下，赵云一箭命中。综合看来，赵云绝对具备百步穿杨的本领，因此不要小看了赵云的剑术。第5，太史慈。要论把弓箭威力发挥到极致的人是谁，那必非太史慈莫属。太史慈似乎为箭而生，射箭机器的称号对他来说也许太过冰冷和残酷，还好还有那丁手掌的杰作，多少冲淡了些死亡的气息。当年他随孙策攻城时，孙策在城楼下喊话，希望招降敌军，结果城楼上一个皮匠指着城下大骂，这一下惹恼了太史慈，他放出狠话，看我一箭射中这厮左手。话音刚落，啪的一声，果然射个正着，直接把手掌钉在护梁上。我们仔细分析一波，虽然敌人是个固定靶，但是箭往城楼上射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，精准性会大打折扣。但他说射手掌就真的射中手掌，这样看来属实是厉害。你知道三国剑术最强的武将是谁吗？现在就带你了解一下最后的排名。第4，吕布。说起吕布，人们的绝大部分印象就是他的赤兔马和方天画戟，还有三国第一猛将。但其实吕布的射箭技术也可以说是堪称一绝。在著名的辕门射戟典故中，他以一己之力化解了刘备和袁术的战争。吕布在300步开外，距离大概有200多米，只见他随意一射就能射中画戟小支。其实这个难度相当大，比百步穿杨要厉害很多。更关键的是，这很可能还不是吕布的最高剑术水平，毕竟当时他要调解刘备和袁术双方的矛盾和冲突，提出的方案总要自己相当有把握才行。比如说300米开外，他平时可能也能射到，但是万一失手呢？由此可见，吕布剑术精准无比，极为厉害。第3，黄忠。黄忠的剑术是得到大家公认的，他号称是三国神箭手，这个称号拥有着极高的含金量，到现在还流行着一句歇后语：黄忠射箭百发百中。可见黄忠的剑术是相当高明的。而且在长沙之战中，他连续2次虚射关羽，本来是想惊退关羽，却被关羽误以为他剑术不行，于是第3次一箭射中其盔缨根，这个难度也是极大。要知道盔缨根着力点很小，关羽又是纵马而来，是个移动靶。还有个关键点在于，黄忠这是故意的，如果是射其他地方，被誉为三国第一重剑王的关羽很难躲过去。第2和第1分别是张飞和关羽的后代张苞和关兴。为什么将2人放在一起说呢？且听我细细道来。刘备兴兵伐吴时，关羽和张飞已死，此时关兴和张苞2人争相要出任前锋，互不相让，就以箭术来分高低。张苞先出手，他于100步之外放置一面旗帜，然后画上红心，连射3箭，均中红心，引得身边一片叫好之声。关兴不服，随即指着天上正在飞翔的大雁，说要射第3支，一
一箭射去，那只雁应弦而落。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次比试。张苞射的旗帜和固定靶有所不同，因为旗会随风飘扬不定，所以张苞100步之外连续3次射中旗上红心，其实难度不小，至少比吕布原文射戟要强。相对而言，关兴高空射雁，说射第3只，绝不射中第2只，这样的箭术犹在张苞之上。由此可见，两人都有100步穿杨的箭术。张苞排名第2，关兴排名第1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以上也都是个人观点，如果与你们心目中的排名不同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哦。